Hello friends, I'm Being from China. Welcome to my YouTube channel. Today we will start from Dighton Park to take a walk through several hutongs in the old Beijing inner city. We will pass by the important Buddhist temple Yong Temple. Then we will stroll through the famous Wudioying Hutong. Proceed through Andingmen Inner Street towards Gulu East Street. Finally, take a leisurely walk in Nanluoxing. On this pleasant weekend, experience the charm of old Beijing. The route we are taking is one of the best routes to experience old Beijing. There are many street foods along the way to taste. It's also a place where many handsome men and beautiful women gather. It will surely feast your eyes and also let you feel the fiery life of the Chinese people. My English is not very good, please forgive me. I have prepared English voice-over subtitles for everyone. You can automatically translate it into the language you need. 大家好，我现在正在地坛的门口，远处那个建筑就是雍和宫。今天是周末，街上的游客比较多。这边是在雍和宫的西边，马上就到这个雍和宫大街上了。这边游客比较多。宫现在是一座这个佛教寺院吧，也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在这个清朝康熙时期啊，它是这个康熙的世子雍亲王的府邸，也就是后来这个雍正皇帝的行宫。后来在这个乾隆皇帝时期啊，被改成这个喇叭庙，就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寺庙。雍和宫这一块的整个建筑群是非常宏伟的，也是比较气派的。雍和宫旁边就是这个五道营合同。这儿有一个肯德基，旁边这有一个口，那个美女说这个感觉特别艺人来说，三处就是根本没有车。我再查查。看这个装件。这边烤鸭店随处可见。在雍和宫的侧面，就是这个五道营胡同。五道营胡同是整个东城区众多胡同中一个很著名的一条胡同。它东边从这个雍和宫大街，然后西边到这个安定门内大街，整个长度有大概600-700米吧。这个东边是雍和宫。五道营胡同现在是比较文艺的一个地方。
适合一些小资情调的这些年轻人来这边逛一逛。这活动也太多了吧？啊？上次前面那个活动。在明朝的时候啊，这里是这个守城的兵营的一个驻地，就是这个武德卫营吧，就是给这些守城官兵的驻地。那么在清朝的时候啊，这个根据武德的这个发音啊，改名改成这个武道营，所以现在就叫做这个武道营胡同。这条胡同街上现在主要是这种独特的这种文化氛围，或者说这种创意小店啊很多而闻名的，是北京新兴的这个小资文艺聚集地吧。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就是来这边逛的都是一些年轻的男男女女，街边的都是一些像这个咖啡馆呀、文创品呀这种创意小店。街边往里面是这个居民生活区啊，住宅区，所以这条街整个融合了这种市井生活和这种时尚的新潮。这个旁边附近也有一条这个胡同很出名，就是那个南锣鼓巷，但是南锣鼓巷那边比较拥挤，商业化氛围比较重，但是这里呢，武道营胡同这里呢，显得更加的宁静和恬淡一些吧，就适合我们这种周末出来悠闲散步，体验一下老北京胡同生活的一个地方。可以看到街上美女云集啊。现在是下午1点多，武道营胡同这里面的很多商铺一般开门都比较晚，一般要到中午11点之后，所以晚上或者下午来逛是比较好的。这条胡同就是处处体现着一种文化氛围吧，有一种现代文艺气息，也是整个北京胡同文化的一个缩影吧。就是不管是你是外地或者是国外的游客，想来体验一下老北京的胡同生活，还是想寻找一个就是安静的休闲的地方来散步，那么这个武道营胡同呢，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怎么呢？你可以把说这怎么唱？这条胡同整个宽只有6-7米吧，很窄，就基本上只能步行。刚刚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电动车经过，也是很挤的。这是一家炸酱面，
来这里散步的以这种年轻女性为多。哎呀，去了，你去那边。你现在拿的。那你现在去哪呢？哇，前面还有一辆汽车开进来了。这个胡同宽只有6米，这样开进来确实非常困难。给他们带有一点乡土的气息。年轻的美女很多啊。从看到那个店开始。又来一辆车。现在9月底了，马上10月份了。这个时候天气不怎么热，像周末的时间，这样子的好天气，阳光明媚的天气，出来逛一逛，也挺好的。这是一家私宅的路口吧？这个胡同背后都是居民区。你还没买呢。哎，也可以，也可以。前面马上到头了，这里就是五道营胡同的西头，它是跟这个安定门内大街相接的。从这个西出口出来之后，就是这个安定门内大街。这边有一个五道营胡同5个大字，很多人在这边打卡拍照。这也是一个地标，五道营。它的西边就是这个安定门内大街，这条街就是安定门内大街。那个是什么国师呢？是白在安定门内大街的尽头，这里有一个宝顶，
然后顶下面写着安定2个大字。我们现在走到对面去，往回逛一逛。这里有一班地铁是安定门站。今天天气确实好啊，阳光明媚，然后微风习习，不是很热，也不会冷。这边有一个水果店，他们太冷，今天晚上可以看到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比较惬意的。街道旁边的这些树木，时间也比较久了，都长得比较好，绿树成荫的。他们这不就直接告诉人家了吗？这一家烤羊腿，顺德小吃。那么往这边向左也有一条胡同，叫做柴棒胡同。在整个这一块区域，胡同都挺多的。这里马上前面就到那个南锣鼓巷和北锣鼓巷这一带的胡同都挺多。然后除了这个胡同上面的这些商业区以外，里面都是居民区，都是这个居民生活区。那怎么你拉不使的，他往后。过来。本店每周2会员日，会员消费全场88折。冬枣9块9一斤，阳光玫瑰9块9一斤，软子石榴9块9一斤。本店每周2会员日，会员消费全场88折。冬枣9块9一斤，阳光玫瑰9块9一斤，软子石榴9块9一斤。周2会员日，会员全场88折。冬枣9块9一斤，阳光玫瑰9块9一斤。这里有一个类似牌坊的门，承贤街的路口。我们沿着这个安定门内大街一直往南走，会走到这个鼓楼东大街。那么鼓楼东大街就是在这个南锣鼓巷和北锣鼓巷的一个大街。这种20克、30克，开花清香。
今天的这个天气确实适合拍摄，一个很简单的设备也能够拍出很好的效果。自然的这个光影都结合得非常好。这个大街上监控探头都很多，基本上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监控的摄像头。前面有一家烤串店，我们看一下。前面那家。这是微信的，拍一下。特别常见。然后那边他们说好给我们办那个，没吃过的有。还是买这一家的烤串吧，这一家的烤羊肉串比较正宗一点。这个我之前吃过，很好吃。它是买5赠1，但是我吃不了那么多，我只能买一个尝尝吧。一个是10元。好，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这个跟鼓楼东大街相交的地方了，安定门内大街和鼓楼东大街相交的这个交道口。那么我们现在向西走吧，向西走就是可以走到鼓楼、钟楼那个景点。沿着这条鼓楼东大街一直往西走，可以走到鼓楼和钟楼景点。然后中间会经过这个北锣鼓巷和南锣鼓巷的交口。待会看看人多不多，如果还比较热闹的话，我们可以去这个南锣鼓巷再逛一逛。这个大街上虽然这些物件，这些电动车呀，这些什么垃圾桶啊，还有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设备，虽然看起来非常的杂乱无章，但是整个街道非常的这个有生活气息，然后结合着这个绿树，还有这个阳光，这种光影效果，给人一种非常安定、非常就是放松的感觉。在这样的环境下来进行一个散步，感觉整个都可以放松一下，所以比较适合
周末来这里进行一个散步，放松，随逛一逛。这边电动车是老百姓出行就是几公里之内的这么一个最好的交通方式。那么如果是1-2公里的话，大家都去骑这种共享的自行车也很方便。好，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鼓楼东大街上行走，向着这个西边的方向。走到西边的顶头是这个鼓楼和钟楼这个景点，也就是地安门外大街这条街。还有那么一事儿，还有加上一个奶奶当时说去孩子一上相机拍摄摄影。今天的阳光真的很好啊，不得不再次感叹一下，这个阳光和这个树荫这种光影结合的效果非常的美丽，给人一种非常放松的气氛。这条路因为比较狭窄，所以这个车都比较拥挤。前面应该是很快就到这个南锣鼓巷和北锣鼓巷的交口处了。这大街上虽然是景区啊，但是很多这种便民的小便利店或者其他的这种小商店还是挺多的，所以在这边生活的居民应该也是生活起来也是很方便的。这边共享自行车很多，可以扫码来骑行，很方便。然后如果这边缺了的话，这些平台公司会定期的这个给予调配，像这个车好像也是正在调配这个自行车供游客骑行使用。
目前北京如果是来逛一逛的话，这个自行车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像天安门广场这些比较敏感的景点都是可以骑行去逛的。就说你如果走路去逛的话，可能要排很长的队，但是你如果骑行的话，可能直接就让你骑进去，然后再骑出来。但是骑行的过程中你是不能停留的，这是天安门广场那边的一个规定。好，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南锣鼓巷和北锣鼓巷的交口处。找前辈。这边小吃店一下就多了起来。在这个交口处，交通是容易堵塞的。然后也有警察常驻在这里维持秩序。我的对面就是南锣鼓巷，我的后面就是这个北锣鼓巷。现在交通已经堵起来了。因为行人太多，这边容易拥堵。北锣鼓巷和南锣鼓巷的交口处，相对来说南锣鼓巷会更加的热闹一点。我们就去对面逛逛南锣鼓巷吧。这边是接送游客的大巴。这边确实适合拍照打卡留念。在北京，除了地铁是最方便的交通方式以外，其他就是这个公交车也挺方便的，基本上线路覆盖挺全的。但是因为是在地面上行走，所以这个公交车的话会受这个交通堵塞的影响，所以在北京最优先的出行方式还是地铁，时间是最准的、最靠谱的。其他在地面上跑的这种交通方式都不可靠，都不靠谱。所以在北京出行，第一优先还是用地铁来做一个交通方式。好，我们现在就跟着人流进入南锣鼓巷来逛一逛。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南锣鼓巷往南边。北锣鼓巷是往北边。可以看到街上的外国游客还是挺多的。
这个南锣鼓巷也是北京算非常老的街区之一了，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它是跟这个元朝大都同期建成的这么一个街区吧。到今年已经有740多年的历史了。它其实也是整个北京中轴线上的一个建筑，在中轴线的东侧。我们刚刚是从鼓楼东大街这边开始逛的，然后这个南锣鼓巷的尽头是在就是对面那个街是叫做平安大街吧，平安大街，对。这个南锣鼓巷会比那个五道营胡同要宽一点，宽个2-3米吧，它有8-9米宽，然后全长也比五道营胡同要长一些，它有大概南锣鼓巷大概有800米。这个南锣鼓巷跟成都的这个宽窄巷子，还有福州的这个三坊七巷有点类似，都是这种古代的民居吧，聚集的地方。但是这个南锣鼓巷它是就是源自于元代的这么一个院落胡同。它是元代的这种院落胡同保存下来规模最大的、品级最高的、资源最丰富的这种棋盘式的传统民居区吧，也是特别能够体现这种老北京风情的这么一个巷子。在明清的时候，这个南锣鼓巷这里都是一些大富大贵人家居住的地方。当时各大这种贵族的府邸基本上都建立在这里。那么到现代呢，这个南锣鼓巷啊，就是被一些时尚人士或一些国外的游客啊更加的看重。南锣鼓巷这里还有很多中国的名人，很多故居在这里，比如说这个画家齐白石，还有这个作家茅盾，就连这个蒋介石也有行园在南锣鼓巷这边。我除了牛的那个家，但是你要这波快是什么感嘛？这老乡是这样啊？好生气啊！很少见，这个好难，咱们赶紧找。10点了。沿着这个南锣鼓巷一直往南走，走到这个南锣鼓巷的尽头的时候，会有一座地铁站，就是这个南锣鼓巷站。
在这个南锣鼓巷站可以乘坐北京地铁8号线，也就是说你从其他地方过来逛南锣鼓巷的话，可以乘坐北京地铁8号线，在南锣鼓巷这个站下车。在这个巷子的两边都是各种美食小吃，还有这种文艺这个工艺品店之类的。把珍贵的照片。可以看到大街上的俊男靓女非常多，年轻的潮男潮女都喜欢来这边逛一逛。在这条巷子商业区的背后里面是这个单纯的居住区，也就是居民区。因为这个南锣鼓巷游客都很多，这肯定影响了这个在这里居住的这些居民，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不便。但是这个一个非常就是寸土寸金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些居民啊，他们的房子可能以后也不能有很大的一个改造。不过他们因为这个景区的开发，肯定他们的这个房子的价值也是成倍的增长，完全可以在其他地方买房然后生活，对吧？这里就作为一个资产，是一个永远不会贬值的资产。整个北京的旅游其实就是游客是非常多的。我刚来北京旅游的时候，这个体验其实非常差的。那么整个游客和这种景区旁边居民的这种关系怎么去平衡啊？怎么在保护这种历史文化街区的同时，又能够很好的处理这个当地这种居民的这种生活，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深入探讨的这么一个问题。同时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并且让游客能够得到一个好的体验和感受，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么熟悉的感觉。那水真的不好喝，朋友。因为毕竟在以前这里就是居民区，对吧？这个整个北京城的根
也就是在这些胡同里面，在这些居民身上。如果这些居民没有生活好，没有这种生活的气息了，那么这个巷子也没有了这种它本身的这种魅力，就纯粹的是一个商业区、一个景区了之后，就失去了它原有的这么一个让它变得如此有魅力的这么一个点就失去了。我画完慢慢过去差不多。对，干嘛呀？还直接坐那儿就能回高铁站那儿呀？8块钱，能坐这北京西站吗？能坐吗？我说的是嘛了？别让他这没脸了，人家不要管我。前面很快就到这个南锣鼓巷的尽头了，也就是这个前面就是到达这个南锣鼓巷的地铁站。它不是中国菜。整个巷子的话人比较多，然后商业氛围比较浓厚，其实也就是来凑个热闹，然后散散步，感受一下这种氛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好，我们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如果你喜欢我给你拍的视频，那么请你点赞，然后订阅我的频道。我这里就是一个分享这个在城市里面走走逛逛的这些点滴记录。好，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南锣鼓巷的尽头，也就是这个地铁站旁边，就是这个地铁站的进站口和出站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